几人沿着河流来到湖边，意外发现一辆破旧的公交车。他们先是在里面找到一些肉类罐头，随后又在附近发现一条小船。这瞬间让几人看到了逃生的希望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艘皮艇开了过来，几人顿时提高了警惕。为首的老头还拿着枪，趁其不备，小帅和大壮瞬间控制了老头。年轻人说他们是地质考察队的，而老头正是他们的老师。因为皮艇损坏，只能在这里暂停休息。随即又打开了木箱，里面放的正是岩石标本，这才让小帅几人打消了顾虑。可等到第二天醒来，大壮发现老头3人逃跑了，还偷走了他们的小船，只留下一顶帐篷空空如也。可还没等多久，又有一拨人突然造访，几人手里全都拿着枪，原来他们是当地的土著人。带头的问小帅有没有见过3个男人，还说他们偷了自己的黄金。为了避免再惹上麻烦，小帅只能说没见过。男人瞥了眼旁边的帐篷，随后又在附近发现了皮艇。小帅的谎言瞬间暴露，他们很快被土著人控制起来。土著人严重怀疑他们是同伙，眼看是解释不清了，二当家建议让他们帮忙追回黄金，有人质在手里也不怕他们逃跑。他们顺着湖边，不久便发现了被偷走的小船，很快也找到逃走的3个男人。可此时二当家又改变了主意，他要自己带着黄金去城市生活，丝毫不顾小帅同伴的死活。3方争执不下，随即便爆发了一场混战。大壮夺过枪，先是干掉了二当家的，接着又打死了地质队3人。可大壮见钱眼开，企图带着黄金逃走，小薇则趁机打晕了小帅，于是拿起黄金和大壮一起逃跑。可不曾想，就在逃跑途中，小薇意外跌落山坡，摔在岩石上，造成腿骨断裂，眼看伤势严重，小薇想先休息一会儿，可大壮却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，最终小薇惨死当场。这一幕刚好被追来的小帅看到，小帅劝他一起回去救同伴，可失去理智的大壮根本不听，他死死掐住小帅脖子，刚要拿起石头干掉小帅，却被小帅抢先一步，大壮便就此饮恨西北。小帅并没有带着黄金逃跑，最终返回驻地救下了同伴，而另一边乘坐军车回家的队友却在路过隧道时发生了意外。看到周围的恐怖环境，让他不敢发出半点声音。可刚一扭头，便发现了和他一起被抓进来的上校。此时只见一个老汉走向油锅，拿起肉便往嘴里塞。老汉径直走向小坦，先是摸了摸他的腿，接着又去检查了上校的情况。突然被旁边上校的声音吸引，老汉发现上校还没死透，随即拿起斧头向他走去。趁其不备，小坦赶忙挣脱束缚，解开皮带，但他并没直接逃跑。等到晚上，小坦顺着火光找到了失散的队友，众人这才知道小坦在隧道里被食人魔拖走，险些丧命。第二天早上，一辆卡车向他们开了过来，原来是老白找到一辆汽车，于是几人纷纷上车，想着赶紧逃离这个鬼地方。就在大家以为终于可以逃出升天时，破旧的汽车突然熄火了。老白尝试着重新启动，可怎么也打不着火。这时前方突然出现滚滚黑烟，定睛一看，正是那个食人魔老汉。就在大家惊愕之际，老汉将冒着黑烟的燃烧棒向他们丢来，几人很快被黑烟迷晕，紧接着便被老汉一个个拖走，而等待他们的将是另一个地狱。4人被关在一个密封容器内，脚腕更是被巨大铁链双双锁住，要想活命就得拿到上方的钥匙。就在这时，卷毛在旁边发现一把铁锯，看来食人魔是想让他们自断腿脚来取下钥匙，几人也都是面面相觑。突然容器四周开始冒水，大家尝试堵住洞口，但由于水压太强根本堵不住，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小坦突然想到，可以趁着水位上涨轮流潜水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拿到钥匙。但这个想法立马遭到保罗的拒绝，因为他根本就不会游泳。情急之下，他拿起锯子想锯断铁链，但大家知道这是徒劳的，普通的锯子根本锯不开坚硬的铁链，而小坦的建议是他们唯一逃生的希望。眼看水位越来越高，简单商议后，卷毛和小花率先潜水，小坦在上面安抚着保罗。好在大家很快找到了节奏，可随着水位越来越高，留给大家呼吸的时间越来越短，不会游泳的保罗则显得更加慌张，浮出水面后怎么也不肯下去，而水下的小花早已坚持不住，在同伴的帮助下才将保罗拉了下去。慌乱之下，保罗双脚乱蹬，一不小心腿脚被铁链缠住，几秒钟便领了盒饭。小坦则在小花的帮助下拿到了钥匙，成功逃脱了锁链的束缚，但钥匙却不小心掉到了水底，小花下去没能找到，于是只能换卷毛下去寻找。卷毛在水下找到钥匙，并成功打开了锁链，他随即把钥匙交给小花，但小花开锁时却不慎把钥匙折断，小花也永远沉在了水底。而另一边的丽莎和老白也经历着生死逃亡，他俩被困在一个不断下沉的铁笼里，好在最后关头他们打开了铁笼，很快便脱离了危险。可就在两人登上码头时，看到迎面走来一位壮汉，这正是把他们抓到这里的食人魔。二话不说，老白上去就是开干，丽莎也是给予配合，最终在2人合力攻击下，
成功让10人魔老汉领了盒饭，存活的4人在码头汇合。就在这时，远处开过来一条小船，正是小帅他们逃出的4人。至此，16名选手只剩下8人。此时天空传来一阵轰鸣声，通过询问得知，这竟然是一架搜救直升机。虽然众人都感觉太不巧合，但无路可走的他们还是登机了。途中几经坎坷，他们又登上了一架滑翔机。殊不知，一场更大的危机即将降临。机舱内的几人全部迷晕。醒来的丽莎发现了异样，她赶忙唤醒其他几人，可到驾驶舱一看，机长早已不见了踪影。眼看飞机失去控制，而操纵杆也已损坏。丽莎打开舱门，让大家赶紧跳伞。虽然众人没有经验，但跳下去是唯一存活的希望。顾不了那么多，众人纷纷跳下。可当轮到小帅和大美时，却发现降落伞少了一个。小帅让大美赶紧穿上，自己则继续尝试操纵飞机，但大美并没那么做。Раньше думала, что отдать свою жизнь за другого — это чушь пафосная. И так не бывает. Бывает. Коля! Живи, слышишь? Стой! Стой! Надевай! Смотри на меня, блядь! Смотри на меня!跳伞成功的几人落入海里。就在这时，一艘渔船恰巧开了过来，小帅丽莎被成功救起。可巧合的是，阿伦3人也在这条船上。被救的几人并没感觉庆幸，反倒觉得事情太过巧合诡异。小帅拿起灭火器，先是哭呲2下解决了2名船员，随后溜进驾驶室挟持了船长。阿伦给船长来了个五花大绑。小帅逼问船长是怎么找到他们的，可船长只是说碰巧遇到。经历了这么多，小帅根本不信，仿佛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。小帅拿起斧头割断了船长的绳索。Я же говорил, что ты не врешь. Сука! 严刑逼问下，船长终于说出实情。原来船长也是被逼无奈，如果他不这么做，那些人则会杀了他的家人。但他也不知道那些人的真实身份，他只是根据 GPS 定位来到这里。他的一举一动更是在摄像头的监视之下。原来生存游戏还在继续，剩下的5人当中显然有内鬼，并且体内藏有 GPS 定位芯片。大家觉得不应该轻信船长的鬼话，但无奈下还是脱下衣服以证清白。小帅也知道这个方法很难救出内鬼，一气之下给自己剃成了光头。第2天渔船靠岸，老白和卷毛因为在转机途中遇害，16人的真人秀如今只活下来5人。可就在小帅进入超市时，却意外发现他们成了网上通缉犯。更可怕的是，营业员正在报警。果然，出门他们便看到了前来抓捕的警车。慌忙中，几人一路逃窜，最终来到一家废弃影院。他们决定在这里揪出内鬼。小坦率先怀疑起丽莎的纹身，不过丽莎解释说，她的妹妹1年前失踪，她在节目组电脑里发现了妹妹的资料，而她和妹妹拥有同样的纹身。野人误以为丽莎是主办方安插的卧底，因此才没碰她。阿伦则一直坚持说没有内鬼，这反倒引起了大花的怀疑，并且说他看到阿伦腿上有个伤口。阿伦看到大家要割开自己的腿，吓得连连后退，转身就跑。阿伦摔倒，被木棍刺穿胸膛。大花果然在阿伦腿部取出了芯片，可大家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事情还远远没这么简单。小坦找到前男友寻求帮助，可男人却告诉他们，他们早已被官方宣布死亡，原因是他们在飞往节目地点的途中，飞机不幸发生了坠机事故。为了查明真相，小帅联系朋友到公园见面，可等来的却是一个神秘女人，正是在游戏中被野人打死的队长安娜。安娜告诉他游戏还在继续。另一边，小坦很担心患有心脏病的母亲，便私自叫上大花陪他回家探望。可就在敲门时，旁边的清洁工告诉他，这家的女主人得知女儿身亡后，没几天便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了。小坦悲痛欲绝，被大花搀扶着离开。但他们前脚刚走，房门便打开了。女人说好像听到了敲门声，可身边的义工却一口咬定她听错了。大花安慰小坦不要太过伤心，却不小心说出了小坦母亲的名字。镜头一转，大花变身为一名浓妆艳抹的富婆，而此时的她也不再隐藏，腿上的伤口说明了一切，还很自豪地承认自己就是内鬼。丽莎把她绑起来质问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她说自己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演员，而身为导演的丈夫却说她没有天赋。为了向丈夫证明自己，她便报名参加了游戏，并且还是上期节目的幸存者。丽莎苦苦逼问妹妹的下落，可大花打死都不告诉她。丽莎一气之下活活掐死了大花，而这一幕刚好被赶回来的小帅看到。就在这时，小帅接到一通神秘电话，2人按照约定来到了空旷的地铁站。
此时，一名男子从车厢走了出来，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竟然是节目主持人。原来他并没有被丧尸杀死。他说现在游戏到了决战时刻。小帅质问他为什么要杀害这么多人，可主持人却说他们并没有杀人，只是选手之间互相残杀罢了。即使你们把我杀死，游戏还会继续。随后他打开保险箱，小帅和丽莎只能有一人存活拿到奖金。为了找到妹妹，丽莎无奈地拿起手枪对准小帅。小帅表示理解，并没反抗。坑爹的是，这把枪竟是向后发射子弹，这游戏设置的可真变态。悲痛的小帅拿起另一把枪，刚想解决掉主持人，突然脑袋一阵眩晕。等他再次醒来，已经躺在了医院病床上。医生告诉他，乘坐的节目组飞机坠毁了，而他是唯一的幸存者。随后，探员对他进行了简单问询，并递给他一个装有银行卡的信封。出院后，小帅查看了银行卡余额，竟发现里面正是游戏奖金100万欧元。